大家好，欢迎回来，我是李阳，我是安娜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其实是一个听众朋友建议的，对，有观众留言说能不能讲一讲运动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人是怎么运动的。等等，我先说一句，我以前觉得运动嘛，全世界都一样，去健身房跑步举铁儿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这么想。但是我来中国以后完全看傻了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我跟你们说一个我的真事，我刚到中国的第一个星期，早上去公园，我看到一大群阿姨在广场上跳舞，音乐很大声，动作一模一样。广场舞。当时我不知道啊，我以为是什么表演或者什么活动。然后呢？我就站在旁边看了半个小时，最后还鼓掌了。你鼓掌了？我鼓掌了，结果一个阿姨笑着过来拉我的手，把我拉进去一起跳。太可爱了。我整个人都懵了，我连动作都不会，就在那儿乱动。其实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。在中国，运动很多时候不是一个人的事，它是大家一起的事，它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好，这个我想听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讲健身房里那些大家都知道的东西，我们用真实的对话带你去公园、去广场，去看看普通中国人一天里是怎么动起来的。会不会很难？我有点紧张。不用怕，我们一步一步来，都是很简单的句子，听不懂也没关系，多听几遍就好了。好。对了，视频下面有免费的资料，里面有今天所有的词、句子、文化点，还有练习题，大家可以下载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第一站，我们先去早上的公园。安娜，你猜中国的公园早上几点最热闹？9点、10点？不对，早上6点。6点？太早了吧？对很多老人来说，6点已经是一天的开始了。我们来演一段。早上的公园，我是一个晨练的大爷，你是路过的安娜。好，我来。小姑娘，这么早就出来了？大爷您好，您在做什么呢？我在打太极呀，每天早上都来。哇，您动作好慢，看起来好轻松。你来试试就知道了，看着慢，其实不简单。真的吗？我可以试一下吗？来，跟着我，慢慢来，别着急。哎呀，我的腿好酸。慢功夫急不来的。好，停，我们回来。等等，李阳，太极真的那么难吗？看起来就是慢慢动啊。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文化点。太极看起来慢，看起来软，但它其实很有力气。你试着慢慢蹲下来，慢慢动，坚持5分钟，腿马上就酸了。这我信，我刚才演的时候就感觉腿在抖。所以中国有句话，看着慢，其实不慢。这个有意思。那大爷大妈为什么都喜欢早上去公园？因为早上空气好，人也多，热闹。运动是一方面，见见老朋友，聊聊天也很重要。又是一起。对，你记住这个词就行了。在中国，运动常常和一起、热闹连在一起。那我教大家一个句子吧。你说。您在做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很客气，又很自然。非常好。看到老人在运动，你就可以这样问。还有一句更实用，我可以试一下吗？我可以试一下吗？这个我明天就能用。对，想加入别人，先这样问，特别礼貌。说到试，我又想起一个糗事。又来了，说说。我还是在公园，我看到一个大爷倒着往漏。倒走。对，他背对着前面，一步一步往后走，我吓死了。你以为他怎么了？我以为他走错方向了，我就跑过去，特别好心地说：“大爷，您走反了。”倒走在中国公园里特别常见，老人觉得对腰好。我当时脸都红了，我还以为我救了他。没事儿，这种误会每个外国朋友都会有，
这真的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你没见过而已。好吧，原谅我。好，公园里还有很多热闹的事，下一站我们就去看那个让你鼓掌的广场舞。安娜，现在让你跳广场舞，你敢吗？哈，现在敢了。上次被阿姨拉进去以后，我跳过好几次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特别开心。我们来演吧，我现在就是那个拉你进去的阿姨。好，那我演一个第一次来的人。好，我们开始演啊。小伙子，一个人站着干嘛呀？过来一起跳。阿姨，我不会跳，我就看看。不会没关系，跟着我就行，简单的很。可是大家都看着我，我不好意思。害羞什么呀？我们这儿没人笑你，大家都是来开心的。好吧，那我试试。对了，跟上，往左，往右，转个圈儿。哎，我转错方向了。哈哈，没事儿，错了也跳，开心最重要。好，停，我们回来。你看，安娜，你现在演的比我还像。因为我真的被这样拉进去过吗？这里有个特别重要的文化点。广场舞，英文有人翻译成 square dancing， 但它其实不只是跳舞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它是中国阿姨们的社交，是他们的朋友圈，是他们一天里最开心的时间。等等，你是说跳舞只是表面，真正重要的是见朋友？你说到点子上了，很多阿姨跳舞前要化妆，要换衣服，比上班还认真。哈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那是他们的舞台，也是他们的聚会。哇，那我以前真的误会了，我以为只是运动。所以我常说，在中国很多运动是次要的，一起才是主要的。这句话今天出现第二次了，记住它，后面还会出现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暗号。那我们说几个实用的表达。阿姨拉你的时候会说过来一起跳，一起又来了。对，还有一句你刚才说的特别好，跟着我就行。跟着我就行，意思是你跟着我做就好，对吧？对，别人教你东西的时候经常这么说，很亲切。那如果我害羞不想跳，怎么说？你可以笑着说，我就看看，谢谢阿姨。我就看看，这个好用，买东西也能用吧？哈哈，对，逛街的时候我就看看也是一句神句。学到了，学到了。好，公园和广场我们看完了，接下来我要给你看一个藏在手机里的运动。手机里的运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第3站，手机里的步数。安娜，你用微信吧？当然用啊，谁不用微信？微信里有一个东西叫微信运动，它会数你今天走了多少步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就是数步数嘛，很多手机都有。但是中国的不一样，它会做一个排行榜。排行榜？对，你所有的朋友，今天谁走的最多，谁走的最少，排成一排，大家都能看见。等等，所有朋友都能看到我走了多少步？对，而且第1名可以占领封面。占领封面，这是什么？我们来演一段你就懂了。我们是2个同事，在办公室。好，我们开始演啊。哎，你今天几步了？我看看，我今天8000，你呢？我2万。2万？你怎么走这么多？我中午没坐电梯，走楼梯。现在我是第1名，封面是我的。不行，我不服气，我晚上回家继续走。哈哈，那你加油。好，停，我们回来。李阳，这是真的吗？大家真的会比步数？真的，而且比得很认真。我的天！你看，这又回到我们的暗号了。走路本来是一个人的事儿，但是微信把它变成了一起，大家一起比。对，你越来越懂了。哈，因为这个我太有感受了。我跟你说一个我的事儿。来，有一次，我们办公室一个同事每天都是第1名，我特别不服。然后呢？有一天晚上，我已经躺在床上了，我看手机，他21000，我19000，就差1点儿。对，我就从床上爬起来，在房间里原地踏步。
哈哈，原地踏步刷步数，走了20分钟，终于超过他了，我才睡觉。你这个已经是真正的中国打工人了。哈哈，我自己都觉得好笑。这里有几个特别好用的句子。第一句，你今天几步了？你今天几步了？短又自然。对，朋友之间随便聊就能用。还有，我不服。我不服，是不是就是不甘心，心里不舒服？对，比赛输了或者不甘心的时候，就说我不服。这个词儿太有用了，我经常这种心情。哈哈，那你以后有词用了。好，说完手机，我们说说脚。中国人到底有多爱走路？安娜，吃完饭你一般做什么？坐在沙发上看手机。哈哈，很多人都这样。但是在中国有一句老话，吃完饭100步走，活到99。等等，慢一点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吃完饭走100步，可以活到99岁。哇，押韵了，走和久。对，老人特别喜欢这句话，吃完饭一定要出去走一走。那我们演一个吧。好，我们是一对吃完饭的朋友。好，我们开始演啊。吃饱了，好撑啊。走吧，出去走2步，消消食。现在外面有点冷吧？没事，走一走就暖和了。来嘛，一起。好吧，好吧，那走慢一点。我们就在小区里转一圈，聊聊天。这样确实挺舒服的。好，停，我们回来。你注意到没有？我说了一个词，走2步。对，走2步，是真的只走2步吗？哈哈，不是，这是个文化点。走2步不是真的只走2步，是出去走一走、动一动的意思。啊，原来如此。那2步其实是一会儿。对，是一点点儿，随便走走的意思。中国人说话喜欢说的小一点，轻松一点。这个我要记下来，我以前真的以为是2步。还有一个词，消消食。消消食？对，就是帮助肚子里的饭消化一下。吃太饱，出去走走，就叫消消食。这个太实用了，我每次吃火锅都吃太多。哈哈，那你最需要消消食。说到走路，我还有一个词想问你，我听过一个词叫暴走。哦，暴走，这个暴是不是很凶、很可怕的意思？我以为是生气的走。哈哈，不是，这又是一个文化点。暴走不是生气，是走很多、走很快、走很长时间。哦，所以就是快走，走很多。差不多。比如我今天暴走了3个小时，意思是我走了好久好远。那跟生气没关系？没关系，不过你要小心，暴走还有另一个意思是气得不行。啊？那怎么分？看情况，说运动的时候就是走很多，说心情的时候就是很生气。中文真的好难，一个词2个意思。慢慢来，不着急，听多了自然就懂了。好，下一站去哪儿？接下来我们去一个你最熟悉的地方，健身房。但是中国的健身房可能跟你想的也不太一样。安娜，你办过健身卡吗？办过，而且我还有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。先别急，我们先演一段，让大家听听办卡是什么样的。我是健身房的销售，你是来看看的客人。好，我们开始演啊。美女，第一次来吧，要不要办张卡？我先看看，了解一下。我们现在有活动，办1年送3个月，很划算的。能便宜一点吗？这样，我再送你2节私教课，怎么样？私教课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个教练专门教你1个人。哦，我再想想，今天先不办。没关系，加个微信，有活动我通知你。好，停，我们回来。哇，太真实了，每次都是这样。哈哈，是不是？一进门就有人问你办不办卡？对，而且他们特别热情。这里有几个特别实用的表达。第一个，办张卡。办张卡，办会员卡，对吧？对，还有一句全中国都能用的，叫做能便宜一点吗？能便宜一点吗？这个我天天用。对，买东西、办卡都能用。还有你刚才说的特别好，我先看看，我再想想。
对，不想马上买，就这么说。非常自然，不会让人尴尬。那我现在可以说我的糗事了吗？来，憋了半天了。我刚开始去健身房，一个人在那举哑铃。旁边一个男生很友好地问我：“你练几年了？”这是很普通的一句话呀。但是我听成什么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他在搭讪。然后呢？我特别紧张，马上说：“我有班男朋友。”不是吧？那个男生愣住了，说：“我就是问问你练多久了。”太尴尬了。我恨不得马上跑出健身房。你练几年了？真的就是健身房里很普通的一句话，大家互相聊聊，没别的意思。我现在知道了，可是当时太丢人了。没事儿，这种事儿听错一次，下次就记住了。这真的不是你的问题，是这句话你第一次听。我今天已经安慰我第3次了。因为学语言就是这样，错了笑一笑就记住了。好，那健身房里我还听过一个词叫卷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词太好了，我正想讲。第6站，卷王和躺平。安娜，你先说，你听到的卷是什么样的？我听人说健身房里好多卷王，我完全不懂。卷，像卷纸的卷吗？字是一样的，但意思完全不一样。这是个很新的词，年轻人天天说。你快讲讲。卷就是大家都很拼，互相比，谁也不想输。哦，比如本来大家健身1小时就走了，但是有一个人练3小时，然后别人也不好意思走了。对，大家都跟着练3小时，这就叫卷。啊，原来如此，所以卷王就是最拼的那个人。完全正确，卷王就是最努力、最拼的那个人，那个让大家都很累的人。那有没有反过来的词？有，叫躺平。躺平，躺下来。对，字面意思是平平的躺下，但真正的意思是我不卷了，我不比了，我放松。哦，所以一个是拼命，一个是放松。对，我们来演一个小对话，我们是2个健身房的朋友。好，我们开始演啊。你看那边那个人，每天练4个小时，太卷了。是啊，看得都我累了。我不行，我练一会儿就想休息。我也是，我们躺平吧。好，我们做快乐的咸鱼。好，停，我们回来。等等，咸鱼又是什么？今天词太多了。咸鱼就是不想动、很放松的人，开玩笑用的，很可爱。中文里的比喻好有意思，又是鱼，又是躺，又是卷。对，这些词都很生活，年轻人聊天经常用。你学会了，马上就拉近距离。卷和躺平，我记住了。我觉得我有时候卷，有时候躺平。大部分人都是这样，今天卷，明天躺。太真实了。好，说完年轻人，我们说说全中国人共同的回忆。这个连我自己都有故事。哦，你也有糗事，我要听。第7站，学校里的运动。安娜，每一个中国人小时候都做过2件事。什么？第一，广播体操；第二，眼保健操。慢点，这2个是什么？广播体操就是全校的学生一起在操场上做的运动。全校一起？对，音乐一响，几百个、上千个学生做一模一样的动作。哇，那个画面好壮观啊！眼保健操呢，是保护眼睛的，坐在教室里用手按一按眼睛周围。为眼睛做的运动，这个真有意思，别的地方好像没有。对，这是很多中国人共同的回忆。我们演一个，我是老师，你是学生。好，我们开始演啊。同学们，音乐开始了，站好。第1节，伸展运动。老师，我的手应该往哪边？往上，伸直，看前面，别说话。好的，老师，我旁边的同学动作错了。看自己，别看别人。好，停，我们回来。太可爱了。那你的糗事呢？我小时候啊，做广播体操特别不认真。你？对，有一次全校做操，我在最后一排偷偷的在吃东西。你边做操边吃？对，我以为没人看见，结果校长就站在我后面。啊！
校长看着我，我嘴里还有半个包子。哈，半个包子。然后我就被叫到前面，给全校同学做示范。天哪，太惨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做操动作特别标准。原来是被校长教育出来的。所以你看，不是只有你有糗事，我也有，我们都一样。这样我心里好受多了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很好用的句子，老师常说，看自己，别看别人。看自己，别看别人，这句话学语言也用得像吧？你说的太对了，学中文也是这样，别老看别人学得快，看自己，慢慢来。哇，这句话突然变得好有道理。运动和学习其实是一样的。好，下一站我们去哪儿？下一站，我要给你看中国人最有意思的一种运动。其实它不是运动，但中国人特别认真。不是运动，但很认真。你说的是什么？第8站，保温杯里泡枸杞。安娜，你见过中国人的保温杯吗？见过，每个人都有一个，里面装热水。对，但是很多人的杯子里不只是热水，还有什么？有一些红色的小东西泡在水里，那个叫枸杞。枸杞，我好像听过，那是什么？是一种红色的小果子，中国人觉得它对身体好。哦，所以喝水的时候放一点进去，对身体好。对，这里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，叫保温杯里泡枸杞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一个人开始注意身体，开始养生了。我们演一段，我们是2个同事。好，我们开始演啊。哎，你杯子里红红的是什么？枸杞啊，我最近开始养生了。年纪轻轻就泡枸杞，没办法，昨天熬夜，今天头疼，我要对自己好一点。那你多喝热水。你怎么也这么说？好，停，我们回来。安娜，你抓到那句话了吗？抓到了，多喝热水。对，这是中国一句神奇的话。我必须说，这个我太有感受了。我以前生病给中国朋友发门息，他怎么说？他说多喝热水，我头疼，他说多喝热水，我心情不好，他还是多喝热水。万能的多喝热水。我当时还有点生气，我想喝热水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这里就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点，多喝热水，字面意思是 drink more hot water。对，我懂这几个字。但它真正的意思常常是我关心你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帮你。等等，所以它其实是我关心你。对，它是一种关心，一种习惯，不是真的让你只喝水。啊，原来如此，那我以前真的误会了。很多外国朋友都觉得这句话很奇怪，甚至有点生气，但其实说这句话的人是在关心你。哇，这个理解以后感觉完全不一样了。还有一个词跟这个有关，叫上火。上火？身体里有火？差不多。比如吃太多辣的、炸的，中国人会说我上火了。那是什么感觉？可能喉咙疼，或者嘴里长泡，或者脸上长东西。哦，那外国医生可能不会这么说。对，上火是很中国的一个说法。一上火，大家就说我知道，多喝热水。对，你已经是半个中国人了。这些表达太有用了，养生、多喝热水、上火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新词叫朋克养生。朋克养生 ，punk。对，就是朋克那个词，意思是一边伤害身体，一边养生。这怎么可能？比如一边熬夜，一边敷面膜，一边喝可乐，一边放枸杞。这不就是我吗？对，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，一边作一边养，所以叫朋克养生。我太喜欢这个词了，因为这就是我。那你今天又多了一个词来形容自己了。说到养生，我也有一个糗事。来，今天的糗事真多。我看大家泡枸杞，我也想试，结果我放了一大把，半颗都是枸杞。太多了。我喝了一口，又苦又怪，我还以为养生的东西都这么难喝。其实放几颗就够了，7、8颗。我现在知道了，我那天像在喝枸杞汤。下次少放一点。好，泡完枸杞，我带你去看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打的运动。从小打到大是什么？第9站，国球乒乓球。
安娜，你知道中国的国球是什么吗？国球是国家的球的意思吗？对，就是全国人都喜欢、最有名的那个运动。篮球、足球？都不是，是乒乓球。乒乓球就是那个小小的白色的球？对，台子也不大，球也很轻，但是中国人特别厉害。为什么是乒乓球？因为它不挑地方，一张桌子就能玩。学校、公园、小区到处都有球台。哦，所以很方便，谁都能玩。对，我们演一段。我们是2个朋友，在小区里看到一张球台。好，我们开始演啊。哎，那边有张球台，来一局。我打得不好啊。没事，玩玩而已，3局2胜。好，那我发球。哎呦，这个球接不到，你可以啊。哈哈，运气好，运气好。再来，不能就这么输了。好，停，我们回来。等等，3局2胜是什么意思？好问题，3局2胜就是打3局，谁先赢2局，谁就赢了。哦，所以不是只打一次。对，输1局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这个说法好用，玩游戏也能用吧？对，打牌、玩游戏都可以说3局2胜。还有一句你刚才说的特别地道，来一局。来一局就是我们玩一次吧？对，很轻松，朋友之间常说，来一局、来一把都行。来一局，我记住了。还有你说的那句运气好，特别谦虚，特别中国。哦，赢了不能太得意。对，赢了说运气好是一种客气，一种谦虚。这个我喜欢。说到乒乓球，我又有一个糗事。哈哈哈，你今天的糗事真的够出一本书了。有一次，公园里一个大爷叫我打球，我想乒乓球嘛，小球应该很简单。然后呢？那个大爷看起来70多岁了，慢慢的，我一点儿都不紧张。结果他一发球，我一个都接不到，球转来转去，我手都跟不上。哈哈哈，高手在民间。我11比0输得一塌糊涂，一个70岁的大爷。哈哈哈，这太正常了。在中国，公园里随便一个大爷，可能都是隐藏的高手。我当时脸都绿了，我以为我能赢。哈哈，所以不能小看任何一个打球的大爷。教训太深刻了。好，说完最热闹的，我再带你看一个最狠的运动。这个连很多中国人都不敢。最狠的？你说的我有点害怕。第10站，冬天游泳的大爷。安娜，冬天最冷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？躲在家里，开暖气，盖被子，绝对不出门。哈哈，正常人都这样。但是在中国，冬天的河里、湖里，你会看到一些人。在河里？冬天做什么？游泳。什么？冬天水不是很冷吗？非常冷，有时候水上面还有冰，但是有一些大爷照样下水游。等，有冰还游泳？对，这个叫冬泳，冬天的冬，游泳的泳。这些大爷是超人吗？哈哈哈，他们觉得这样身体好，不怕冷，有精神。我们演一段，我是一个冬泳的大爷，你是路过的安娜。好，我真的想问问他。好，我们开始演啊。小姑娘，看什么呢？大爷，您不冷吗？不冷，下来就习惯了，可舒服了。可是水上面有冰啊。哈哈，习惯了，我游了20年了，从来不感冒。您太厉害了，我光看着就发抖。你也来试试。不，我还是看看就好，谢谢大爷。好，停，我们回来。哈哈，看看就好，你今天用的越来越顺了。因为真的很好用啊，不想做的时候看看就好。对，很礼貌的拒绝不会让人难堪。那下来就习惯了呢？这句也很地道，意思是一开始难，做了一会儿就好了。哦，这个学中文也能用。
哈哈哈，你今天总能想到学中文。对，一开始觉得难，说着说着就习惯了。哇，我喜欢这句，说着说着就习惯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文化点，你看，冬泳的大爷其实很少一个人。哦，他们有自己的群，一群老朋友，每天约好时间一起下水。又是一起。对，连这么狠的运动，背后还是一群人。我发现今天不管走到哪儿，都能回到这个暗号。因为这就是中国人运动的秘密。说到怕冷，我也有故事。来，最后一个糗事。我有个中国朋友约我冬天早上去湖边，我以为是去散步，结果他是要下水冬泳，还问我要不要一起。哈哈，你下了吗？我穿了3件外套，站在湖边，手都冻僵了。他在水里游得特别开心，还冲我招呼。画面感太强了。我一边发抖，一边给他拍照。我这辈子都不会下那个水。哈哈，没关系，冬泳真的不用勉强，这个看看就好。对，这个我坚决看看就好。好，最冷的我们看完了，再带你看一个周末最热闹的运动。周末，大家不是在家休息吗？第11站，周末去爬山。安娜，中国人周末很喜欢做一件事，睡懒觉。哈哈，那是你。很多人会去爬山。爬山？一大早去爬山？对，特别是老人，他们有自己的队，一群人一起爬。又是一群人。哈哈，你越来越懂了。还记得我们说过的暴走吗？记得，走得很多，走得很久。对，有的老人组成暴走团，周末一起去爬山，走路，走好几个小时。哇，几个小时，我都走不动。我们演一段，我们一起在爬山，我走在前面。好，我们开始演啊！快到了，再坚持一下。我不行了，我爬不动了，等等我。加油啊，上面风景特别好。你先走，我歇一会儿，喘个气。来，喝口水，慢慢爬，不着急。你怎么一点儿都不累？哈哈，习惯了，每个周末都来。好，停，我们回来。等等，爬不动了，是真的爬不动，对吧？对，动不了，走不动，爬不动，就是太累了，没力气了。那喘个气呢？喘个气就是停下来休息一下，呼吸一下。哦，这个好用，累了就说我喘个气。对，还有一句爬山的时候特别常听，再坚持一下。再坚持一下，意思是别放弃，再撑一会儿，对吗？哈哈，差不多，别放弃，快到了，再努力一点点。这个学中文的时候，我也想对自己说。对，太对了。爬山和学中文一样，累的时候再坚持一下就到了。说到爬山，我必须讲一个事儿。哈哈，又来了，今天的糗事真的停不下来。有一次，朋友带我去爬山，我看队里好多老人，我想我年轻，肯定比他们快。结果呢？结果爬到一半，我累得坐在台阶上喘气。老人呢？一个阿姨70岁，从我旁边走过去，一点儿都不喘，还回头问我：“姑娘，没事儿吧？要不要吃块巧克力？”哈哈，反过来照顾你了。对，他还从包里拿出巧克力、水、小毛巾，什么都有。我特别不好意思。哈哈，中国大妈出门，包里像有的宝宝箱。我那天又一次输给了大妈，先是乒乓球，又是爬山。哈哈，所以说呀，别小看任何一个运动的中国大爷大妈。这个教训我记住了，记了2次。好，我们今天走了这么多地方，最后一站，我想带你看看这一切背后真正的东西。真正的东西是我们的暗号吗？第12站，约吗？安娜，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，公园、广场、健身房、走路、保温杯，你发现一个共同的地方了吗？我想想，好像都不是一个人。对，
你说到最重要的地方了。大爷打太极，旁边有朋友；阿姨跳舞，是一群人。比步数是和同事比，连泡枸杞都要跟同事聊2句。对，多喝热水也是说给别人听的。所以在中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字，运动的时候经常用，约。约？对，我们演最后一段，我们是2个朋友发微信。好，我们开始演啊。周末有空吗？打球约吗？约。几点？下午3点，老地方。好，我叫上小王。行，人多热闹，打完球一起吃饭。好，那说定了。好，停，我们回来。你听到那个字了吗？约嘛。对，约嘛，就是我们要不要一起。哇，这个字好短，但是好有用。对，朋友之间约嘛2个字就能开始一件事儿。打球约吗？跑步约吗？等等，所以中国人运动先想的不是我要运动，是找谁一起。你今天最后这句话说的我心里去了。哈，我懂了。还有一句，你刚才说的特别好，我叫上小王。叫上就是也带上一个人一起，对吧？对，我叫上小王，就是我也喊小王一起来。人越多越好。对，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人多热闹。人多热闹，这4个字好像就是今天的总结。对，所以你看，回到最开始你的故事。哪个故事？你第一次看广场舞，站在旁边鼓掌，被阿姨拉进去。对，那个阿姨拉你，不是因为你跳得好，是因为她想让我一起。对，她是在对你说，来吧，别一个人站着，加入我们。哇，这样一想，我突然有点感动。这就是中国人运动里最温暖的东西。运动是次要的，人和人在一起才是真正重要的。我现在完全懂这句暗号了。好，那我们来一个快问快答，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。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太极看起来很慢，其实呢？其实很难，很费力气。广场舞表面是跳舞，真正是什么？是阿姨们的社交，是见朋友。你今天几步了？是在干嘛？在比微信运动的步数。走2步，是真的走2步吗？不是，是出去走一走，动一动。暴走是生气吗？说运动的时候是走很多，走很久。健身房里能便宜一点吗？什么时候用？办卡买东西，想要便宜的时候。卷王是什么人？最拼、最努力，让大家都很累的那个人。那躺平呢？不卷了，放松，做快乐的咸鱼。公园里打乒乓球的大爷厉害吗？超级厉害，我11比0输得一塌糊涂。冬天在河里游泳叫什么？冬泳，水上面有时候还有冰。爬山的时候太累了怎么说？我爬不动了，让我喘口气。多喝热水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我关心你。朋克养生，一边作一边养，一边熬夜一边泡枸杞。最后一个最重要的，约吗？我们要不要一起？太棒了，全对。哈，我自己都没想到，我都记住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今天的暗号。在中国，运动很少是一个人的事儿。公园、广场、步数、打球，背后都是一个字：一起。对，所以下次如果有中国朋友跟你说走2步约吗，你就知道了。他不只是叫我运动，他是想跟我在一起。说得真好。那现在轮到大家了。对，我们想听听你的故事。你的国家大家喜欢怎么运动？也有像广场舞这样大家一起做的运动吗？还有，你有没有像我一样闹过运动的笑话？比如看不懂大爷在干嘛，或者输给了一个大妈。把你的故事写在下面，我们一起笑一笑。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条都会看。说不定下一期我们就讲你的故事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。也别忘了，下面有免费的资料可以下载，里面有今天所有的词和句子。学中文跟运动一样，不用一个人，我们陪着你慢慢来。对，就像今天那些大爷大妈，他们也是一天一天慢慢练出来的。
没有人一开始就会打太极，也没有人一开始就敢冬泳。所以学中文听不懂、说错了都很正常。对，看自己，别看别人。今天比昨天多懂一点就是进步。一步一步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。我是李阳，我是安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记得多喝热水，也记得出去走2步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